大家还记得前几年流行的大胃王吃播吗？据说一口就能吞进半份面，吃倒几家餐厅，食量更比常人多出好几倍，凭着超多的食量获取关注，成为大网红。如此的胡吃海喝，真的对身体没有危害吗？我们现在再看看当年的吃播四巨头现状就知道了。2年的时间就有2个相继离世，为了保命，胖猴仔吓得赶紧减肥，恩克吃到吐血，简直赚钱不要命啊！那么这吃播四巨头是哪几位呢？他们当年有多轰动一时呢？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盘一下。1. 文味哥因尿毒症离世。我就是小孩，疼我叫我。2020年30岁的文味哥已经患有多种疾病，但是为了吃播事业，他继续大量暴食，发布许多卖力表演的吃播视频，迅速爆红。长期高油高脂食物加重了他本身就堪忧的身体状况，不仅尿毒症恶化，还出现了高尿酸、痛风、皮肤钙化、高血压等多种病症。文味哥的猝死震惊了整个网络世界，他生前的标志性口头禅“不吃羊肉串都得闻味”，一夜之间在短视频平台走红，成功塑造起了一个大胃王的形象。粉丝迅速达到几十万，广告如潮水般涌入，他一跃成为吃播界的新星和百万富翁。但是这一切的代价就是他300斤的体重和持续恶化的健康状况。2022年3月，文味哥突然病逝，瞬间引发公众哗然。他生前的吃播行为遭到极大争议，许多人批评他为了金钱置生命于不顾，同时也有人认为吃播仅是他焦虑心理的投射，不应受到责难。这2种观点依然在文味哥离世1年后的今天激烈交锋。事实上，早在文味哥还活着的时候，就有许多关心他的网友劝他收敛一些，不要靠吃播证明自己。但是文味哥选择无视这些建议，被直播收入的诱惑蒙蔽了眼睛。虽然医生一再警告要控制饮食，但他还是为了直播推掉了治疗时间。这种执迷不悟才导致了他的悲剧。文味哥的猝死也为其他吃播敲响了警钟，许多博主因此转型，不再以暴食为卖点，但也有博主仍然在继续高风险的吃播，引发外界担忧。业内呼吁这些博主应该汲取教训，珍视生命，与身体和睦共处。天天直播的，天天直播了。文味哥的离世虽然已经1年之多，但他生前的吃播行为至今仍是公众热议的话题。这场争论也将持续影响其他吃播博主的职业规划。2. 泡泡龙意外猝死。走，行不行？行啊，找我，想找我，穿出泡泡啊！泡泡龙本名于海龙，出身平凡，自幼便展现出超乎常人的食量，往往能够轻松超越同龄孩子的饭量。成年后，他成为了一名外卖员，穿梭于城市的街巷，为别人送去美食，自己却常常难以满足口腹之欲。某日，泡泡龙独自在家，面对几盘热腾腾的饺子，大快朵颐。心血来潮之下，他随手拿起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并分享到了网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短短30秒的吃播视频如同野火燎原，迅速在各大视频网站走红，短短数日便收获上百万的点赞与关注。意识到自己的视频潜力，于海龙迅速把握住这个新兴的机会，注册了统一的账号泡泡龙，正式踏上了吃播的道路。他的视频内容从最初的家常便饭，逐渐扩展到海鲜自助、烤肉盛宴，乃至各式快餐与零食。每一次的吃播都充满惊喜与震撼。泡泡龙那夸张的吃相与惊人的食量，迅速吸引了一大批忠实粉丝，粉丝数量在短时间内便突破了100万大关。为了回馈粉丝的热情与支持，泡泡龙决定全职投入吃播事业。他组建了一支小团队，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寻找合作餐厅，有人则紧随其后记录他的每一次美食探险。随着知名度的提升，泡泡龙的收入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微薄收入一跃成为月入数十万的网红主播。巅峰时期，泡泡龙的粉丝数量更是突破了500万大关。他不仅专注于吃播，还时常在生活中捕捉搞笑瞬间，制作成视频分享给粉丝，成功吸引了众多路人粉的关注。然而，随着名利的双收，泡泡龙也开始尝试更加夸张、更加刺激的吃播方式。他挑战了一个又一个极限，如1小时内清空整台自助餐，独享整只烤乳猪，一口气吞下数十个汉堡等。
这样的高强度工作让他每周都要进行10多次的吃播与录制，身体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负担。短短2年时间，泡泡龙的体重从原本的80公斤飙升至惊人的320公斤，脸上更是布满了令人担忧的黑斑。2021年3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降临了。在一次直播当中，泡泡龙突然捂住胸口倒下，经全力抢救仍未能挽回生命。医生诊断死因是长期肥胖导致的心脏病突发。事实上，早在1年之前，就有医生和朋友多次劝诫泡泡龙要减肥，要控制饮食，但出于对金钱与流量的渴望，他选择了忽视这些善意的忠告。年仅29岁的泡泡龙最终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不禁让人唏嘘不已。3. 胖猴仔减肥保命。人狠话不多，想吃什么跟我说。大家好，我是胖猴子。胖猴仔一位体重直逼300斤的重量级吃播，他的日常乐趣几乎全寄托在了吃上，对美食的热爱让他来者不拒，总能一扫而空。某日，胖猴仔随手记录下自己大快朵颐的片段，上传至抖音平台，不料这一无心之举竟引起10几万点赞的狂潮。原来众多网友对这种别具一格的吃播情有独钟。胖猴仔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原本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吃播视频的创作中。为了吸引更多眼球，胖猴仔特意挑选那些油腻且分量十分惊人的食物作为主角，如满桌的烧烤盛宴、热气腾腾的红油火锅等。他边吃边做出各种夸张的表情，甚至不惜将酱汁溅在脸上，只为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欢乐与惊喜。随着视频数量的不断增加，胖猴仔迅速在抖音上崭露头角，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胃王，粉丝数量也如雨后春笋般增长至200万之众。吃播带来的收入让他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名牌加身，豪宅入住，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奢华与自由。朋友们纷纷称赞他是自力更生的典范，但父母却对他的生活方式忧心忡忡，担忧不已。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吃播生涯的持续，胖猴仔的体重也如脱缰的野马飙升至600斤。他的身体开始出现了各种不适，走路几步便气喘吁吁，双脚肿胀如同发酵的面包。更糟糕的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也接踵而至。一次直播中，胖猴仔突然在镜头前晕倒，这一幕让无数粉丝惊恐万分，也让他自己深刻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远胜于金钱与名利。于是他下定决心改变现状，加入了一个专业的减肥训练营，希望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重获新生。起初减肥效果颇为显著，体重有了明显下降，但好景不长，艰苦的训练让胖猴仔难以忍受，他终究还是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偷偷品尝了高热量食物。这一行为被教练发现之后，他不得不遗憾地离开了训练营。回到原点的胖猴仔再次陷入了暴饮暴食的循环之中，尽管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都苦口婆心地劝他改变生活方式，但他却置若罔闻，医生的严厉警告也未能让他警醒，他依然我行我素，仿佛对美食的渴望已经深入骨髓，无法自拔。4. 恩克我行我素。大家好，我是恩克。恩克是内蒙古的一位吃播网红，原本是当地普通的牧民。一次，他的朋友开玩笑让他录制一个吃肉的视频上传到网上，结果意外爆红。恩克一夜之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网红。刚开始时，恩克还保持着基本的饮食礼仪，只是偶尔加些夸张的表演效果。但随着时间推移，为了迎合观众的期待，恩克逐步增加了自己的饮食量，从一开始的1碗肉变成了整整一锅羊肉汤，从一块肉变成了整只烤全羊。恩克吃东西时完全不顾仪态，只求在最短时间内吞噬完所有的食物。在粉丝的鼓励之下，恩克的胃口越来越大，体重在短短几年内就从普通身材急剧增长到300斤以上。明显的肥胖体征一次次出现，但恩克却毫不在意自己的健康。为了赚更多钱，吃几乎成了恩克的人生目标。他的暴饮暴食的方式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许多网友都在评论区劝他控制饮食，但恩克不把这些劝告放在心上。在贪图金钱的驱使之下，恩克进行吃播时表现得十分狂热和放肆，结果恩克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有时吃到一半他会呕吐出鲜血，甚至把刚吃下的食物反邹出来。
但恩克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丝毫不在乎生死。据说他每天睡觉时必须带上吸氧机，否则就会在梦中突然停止呼吸。曾经作为吃播4大天王之一，深受粉丝喜爱的恩克，现在体重愈发肥胖，脖子都几乎看不到了，简直像一个滚动的肉球。许多粉丝出于健康考虑，纷纷劝他停止以牺牲健康换取金钱博眼球的吃播方式。但恩克对自己的身体形象漠不关心，仍然继续每天上演暴饮暴食的噱头，以获取更多眼球和金钱。在最近的一次直播当中，他突然大口吐血，甚至把刚吃下的食物全部呕了出来。让人惊讶的是，恩克对此毫无反应，很快又开始狼吞虎咽。这无疑让观众们对他的健康更加担忧。从恩克近期的视频来看，他的面色憔悴，嘴唇发白发紫，脸上还出现难看的黑斑，这让人们担心他会重演泡泡龙的悲剧。恩克的直播间里经常出现大量关心他健康的留言，但他对此充耳不闻，甚至开玩笑说我的身体很棒。有医学从业者分析认为，恩克长期的暴饮暴食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严重的健康问题。显然，长期的暴饮暴食和长期缺乏睡眠已经让恩克吃不消了。我们不得不担心恩克的健康还能撑多久。这4位曾经的吃播4巨头都以不同的方式闪耀在网络世界，吸引了大量的粉丝，也赚取了丰厚的金钱。然而，他们都忽略了健康和生命的重要性，只是为了短暂的名利和流量，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看了吃播4巨头的现状，不得不说，钱真的是个好东西，让人不要命也要疯狂捞金。或许是仍然抱着一丝侥幸，认为了大众的日常生活。屏幕那端，主播们面对着琳琅满目的美食，大口咀嚼，那份满足感仿佛能够穿透屏幕，直击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我们也不禁好奇，这些主播的胃是否真的如同无底洞一般，能容纳下如此海量的食物？吃播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14年的韩国，那时他作为一档美食真人秀节目的副出品出现，主播们简单的坐在摄像头前分享自己的用餐时光。起初一切显得那么质朴而自然，主播们凭借着各异的吃相和真实的互动，赢得了网友的青睐与打赏，这也渐渐成为了他们收入的重要来源。然而，随着行业的蓬勃发展，竞争日益激烈，主播们开始不满足于简单的吃喝日常，转而探索起更为极致的挑战。如何吃，吃多少，吃什么最昂贵，这些充满噱头的话题如同磁铁一般，牢牢吸引着观众的目光。网络直播与短视频的兴起，更是为吃播插上了翅膀，使其迅速成长为各大平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谈及大胃王，几位如雷贯耳的名字瞬间跃入脑海：密子君、浪味仙、大胃咪咪，他们都是拥有千万级粉丝的超级网红。看着他们的视频，你或许会不禁怀疑人生，尤其是浪味仙之外的2位。外表看似邻家少女般纤细柔弱，却能够在镜头前展现出惊人的食量，让人难以置信。在每一个精心策划的视频中，他们都能够轻松消灭掉普通人几天乃至1周的口粮。以重庆女孩密子君为例， Hello， 大家好，我是密子君，想必大家都吃过火鸡面吧。2016年，她凭借一个惊人的挑战，16分20秒内吃完了10桶火鸡面，一夜爆红网络。此后，她的视频标题成了时间加数量加食物的固定模式，如半个小时内消灭100个饺子，5分钟内吞下20个包子等，无一不挑战着观众的认知极限。更令人惊叹的是，密子君还多次参加大胃王挑战赛，创下诸如一次性吃8斤米饭、40个鲜花饼等惊人纪录。在某一期视频中，他甚至完整的享用了2只烤全羊，这食量足以让成年男性瞠目结舌。而他那看似弱不禁风的身躯，仿佛拥有了不可思议的魔力。凭借大胃王的标签，这些网红们不仅收获了名利，也激发了无数人的模仿欲望，企图复制他们的成功之路。然而，吃播这一行远非表面那般光鲜亮丽。首先，无论是真吃还是假吃，长期大量摄入食物都远远超出了人体机能的承受范围，对身体的损害是不可逆的。许多吃播主播的胃就是在这样的锻炼下逐渐被撑大。日本的大胃王木下佑香一顿饭能吞下100枚寿司，但是医院的 CT 检查显示，他的胃已被扩张至常人的66倍之大，每次直播后都需要长时间的恢复。再者，能吃进去不代表能消化得了。面对堆积如山的食物，主播们只有2个选择：
要么排出体外，要么通过催吐。拥有超强消化能力的人毕竟是少数，而极端如通过手术缩短小肠长度的做法，更是对身体的极大摧残。快手上的大胃王猫妹妹就曾传出接受过此类手术的消息。相比之下，更多的主播选择了后者，催吐。在镜头关闭的那一刻，他们立即采取各种手段将食物吐出，长此以往，不仅气色大不如前，食欲也严重受损。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视频中大快朵颐，实则可能是强忍不适硬塞进去的，只是为了完成拍摄后立即吐出，以免危及健康。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那位令人惋惜的大胃王泡泡龙，捞了就完了。他以其憨态可掬的形象和惊人的食量著称，与宏宇、涛搭档组合成的吃播组合更是以给餐厅上一课为口号，挑战各种高脂高油的食物。然而长时间的暴饮暴食让泡泡龙的体重飙升至320斤以上，脸部甚至出现了黑斑，这是身体发出的严重警告。尽管粉丝苦口婆心的劝诫，他们却未能够及时刹车。2021年3月5日，泡泡龙因长期过度劳累不幸离世，而暴饮暴食无疑是加速他离开这个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泡泡龙并非孤立，近年来因吃播而付出生命代价的主播屡见不鲜。2020年，沈阳一位年仅30岁的吃播大胃王，在频繁直播吃烤鸭、烧鸡等高热量食物之后，体重激增80斤，最终在一次直播中晕倒，经抢救无效离世。还有快手主播大飞，为了吸引观众打赏，不顾身体极限，狂饮色拉油和白酒，最终命丧黄泉。这些悲剧一次次地提醒着我们，吃播虽好，但生命更可贵。在追求名与利的同时，更要对自己的生命健康负责。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里，有这么一群吃播主播，他们巧妙地游走于真实与幻想之间，既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又巧妙地保护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他们选择了一条更为智慧的道路，那就是利用视觉错觉与剪辑技巧，营造出一种大胃王的错觉。不同于那些自虐式的进食挑战，这些主播深谙观众心理，懂得如何通过镜头语言来讲述一场场看似真实的美食盛宴。他们巧妙地运用假肢、剪辑与错位拍摄，让满桌的食物在镜头前瞬间消失，仿佛真的被那双神奇的嘴巴吞噬殆尽。更有甚者，直接在摄像头盲区放置垃圾桶，趁着镜头切换的间隙，将口中还未咽下的食物悄然吐出。这种行为不仅欺骗了观众，更造成了食物资源的极大浪费。比如那位被网友戏称为奥斯卡影帝的吃播主播阿强。Hello， 大家好，我是米饭屠夫面条杀手，农民伯伯的好帮手阿强。他的视频里吞咽的镜头总是恰到好处的缺席，只留下咀嚼的片段，让人误以为他真的享受了那些美食。而另一位 B 站 UP 主的翻车事件，更是将这一行当的猫腻暴露无遗。视频中，他明目张胆地将口中的食物吐回空碗，旁边还有导演般的人物指导他如何欺骗观众，最终却自曝其短，落得个尴尬收场。这样的闹剧不禁让人唏嘘。在流量的诱惑之下，有些人竟能够如此不顾颜面。除了这些技术上的小动作，吃播界还充斥着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假戏真做。双胞胎姐妹轮番上阵，塑料食物冒充真材实料，广角镜头下的视觉盛宴，这些看似光鲜亮丽的直播背后，实则是对观众智商的极大侮辱。而那些看似丰盛的海鲜大餐，实则可能是用虾肉、蟹肉填充的塑料壳子，真正的海鲜或许早已进了老板的口袋。为了吸引眼球，吃播主播们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从鞋子泡面到10倍大火鸡面，从生吃八爪鱼到挑战火锅底料，他们的创意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更有甚者，直接将目光转向了那些罕见且危险的食物，如活蝎子等等，让人不禁感叹，为了流量，他们真是拼了命。然而，在这场看似光鲜的吃播盛宴中，真正受益的又有几个人呢？大多数主播都在为流量和金钱奔波忙碌，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乃至尊严。比如那位年轻的大胃王彤彤，年仅20多岁，却已经满口假牙，身体状况堪忧。而更多的主播则饱受胃病、脂肪肝等疾病的困扰，这些都是长期不健康饮食带来的恶果。更令人心痛的是，吃播行业的背后隐藏着一条庞大的利益链。广告主们看中了吃播主播们的影响力，纷纷投来橄榄枝，希望借助他们的口碑推广产品。然而，这些产品往往质量参差不齐，甚至不乏三无产品。一些主播为了赚取更多的代言费，不惜牺牲自己的信誉和健康。为了这些产品站台，
比如韩国的奔驰小哥就曾因代言减肥药而险些入狱，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在当今社会，随着国家对于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政策的不断深化，以及各大网络平台对内容生态的严格监管，曾经风靡一时的大胃王吃播现象正悄然发生转变，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中心。这一现象的背后，不仅是政策导向的必然结果，更是社会风气与公众意识提升的体现。众多曾以惊人食量吸引眼球的顶流博主，在时代的浪潮中纷纷寻求新的发展方向，有的转型为更加贴近生活的美食分享者，有的则选择优雅的退出舞台，为年轻一代的主播让路。这一转变无疑是对整个吃播行业乃至网络文化生态的一次深刻反思与净化。它提醒我们，吃播的本质应当是传递对美食的热爱与尊重，是连接食客之间情感与文化的桥梁，而非单纯的追求流量与眼球效应的竞技场。我们应当倡导珍惜每一粒粮食，反对任何形式的铺张浪费，让吃播回归其纯真的初心，成为一种倡导健康饮食、传播饮食文化、促进理性消费的正面力量。作为观众，我们更应该以身作则，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用实际行动支持那些真正传递正能量、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的吃播内容。让我们携手共进，不仅享受美食带来的愉悦，更传承起对社会的责任，让吃播行业在更加健康、有序的环境中蓬勃发展。我是峡谷课代表，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的支持与陪伴，愿我们都能够在成长的路上不断进步。期待在下一个视频中再次与您相遇，共同见证更多美好的瞬间。